只是沈小军没想到营养师对自己还挺多想法的嘛。好在只是苏南的表姐，虽说是苏家的营养师，平时并不住在苏家的，也就是她怀孕后，营养师才会经常过来，哪怕对她诸多看法也影响不到她。婆婆还提到了海童，认为战家也会请个营养师，给海童制定好每天3餐的菜谱，或许会，不过战家不会管制着童童。那等到婆婆和营养师不再聊下去，又过了好几分钟，沈小军才从洗手间里出去。小军，你是不是拉肚子啊？苏太太关心地问道。没有呀，沈小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每次上洗手间带着手机进去。他没有再说下去，懂的都懂的。现在的人不都喜欢带着手机上洗手间吗？小军，你要少玩手机，有辐射。营养师本能地说了句。沈小军笑了笑，说道，我也不经常玩，平时在店里，我基本上都是在看书，不怎么玩手机的。说完后，他问婆婆妈，东西都准备好了吗？我先给彤彤送过去。彤彤已经从医院检查回来了，准备好了。苏太太笑着叫来佣人，让佣人把她准备好的礼品搬出去，就放上了沈小军坐的那辆车。很快呢，沈小军就在婆婆姑侄俩的注视下，就离开了家。而另一边的苏少主，则是躺在自己的书房里，靠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捡到的那串钥匙，反复看着小相框里面的相片。看着看着呢，他就嘴角挂起了笑容，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相片中的女孩子，那温柔的动作，要是被熟练他的人看到，估计能吓得对方掉眼镜。笑容灿烂甜美，让人觉得舒心，不由自主也想笑。苏少主这边摸着相片，边自言自语，觉得相片中的女孩子就是个小仙女，那甜美灿烂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直击他的心房，让他心跳不由自主又加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那这个女孩子肯定就是他的命定之女。话说战奶奶信任的那位大师还真有2把刷子呀，说他能遇到他的命定之女，让他爸不用担心他会孤独终老，还说他的命定之女就是20出头的女孩子，跟他的年龄有点差距，等于是大叔恋情啊。无妨，他不嫌弃他年纪小，反正23、24岁也成年了，到了适婚年龄，只要对方不嫌弃他是个大叔就好。他和陆东明就差点而已。陆东明就是妥妥的大叔了，不过陆东明瞄准的不是小姑娘，而是海玲。海玲已经30出头，又离过婚，生过孩子。陆东明就算比她大几岁，配她也是绰绰有余的了。你应该没有男朋友吧？苏少主自言自语着。有男朋友的话，我岂不是要当男小三，插足你们的恋情？希望你没有男朋友。有追求者倒是不怕，我出马，谁与争锋，谁能抢得过我啊？苏少主还是很有自信的。撇开身份地位以及家世来说，就他的外在条件，也是男人堆中数1数2的。他并不输于战印、苏南等人。苏少主看着相片中的女孩子，忍不住低头在相片上亲了一口，脸上洋溢着傻笑。原来这就是正常男人的反应。母胎单身30几年，他第一次尝到这样的反应。以前他没有反应，还以为是自己眼界太高，普遍看不上那些女人。年纪稍大点后，还去过风月场所，他还是没有反应。他才知道自己不是眼界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但是吧，他又死要脸，不想去检查。跨过了30岁的大门，父母催婚催得厉害，他也玩够了，才让熟识的厉害的医生瞧了瞧，确定了他是有寡情病。这下好了，父母不用催了。那他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要不是战奶奶横插一脚，他都不用看到自己亲爸，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赶紧溜。从今天开始，我不能再亲自给商小飞送花送礼物了，免得将来你以为我和商小飞有一腿，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苏少主还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呢，就先为了对方守身如玉，生怕自己现在帮着唐永安会让他未来的老婆大人误会了。因为他的出现有了对比之后，商太太对君然的态度好了很多，那几乎是默认了君然就是商家的女婿。苏少主觉得他和唐永安的打赌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那商太太并没有再去打扰唐永安，撮合唐永安和商小飞。咚咚咚，敲门声响起，不是锤门声，不用问，那么粗暴的锤门声，非苏家主莫属。儿子，开门！苏家主在外面踹着门，命令着儿子开门。我知道你回来了，你的车都停在外面，爸看到了，赶紧的开门。爸又给你挑了一大堆的优秀女孩子，相片都给你带回来了，赶紧的给我好好看看相片。苏家主就不安排儿子去相亲了。那家伙不配合呀。刚开始儿子还肯去相亲，安排的次数多了，儿子就拒绝了，说他不是猴子，天天跑去给那么多女孩子相看。苏家主气得半死，要不是那衰仔得病了，他用得着这么疯狂的给儿子找女人吗？他的命咋这么苦呀？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各方面都那么优秀，竟然是个披着男人皮的太监。苏家主不甘心呀，就算是挖地3尺，他也要挖到那个能救他儿子的女孩子，不管对方是美是丑，是胖是瘦，只要能救他儿子就行了。就他都把对方当成祖宗供起来。他呢，连忙将那串钥匙揣进裤兜里，起身绕过书桌走去开门。爸，你踹得那么大力，哎，小心把门都踹坏了，踹坏了就换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苏家主嗓门大得很，门一开他就往里走，边走边将手上的那只黄色的大信封举起来，晃了晃，说道：“这是爸帮你精挑细选的，爸问过医生了，钥匙适合你的，你看到相片都会有不同感觉的呀。来来来，你一张线看看这些相片，看到哪张相片有不同的感觉就说出来，爸马上安排你们见面。”苏家主走到沙发前，将那只黄色大信封放在了茶几上，人一屁股坐下，扭头命令着长子赶紧过来挑选妻子。爸呀，都说了，我对那些女孩子没有意思。苏少主边说着边走过来，苏家主板着脸说道：“你看都还没有看，怎么知道没意思了？这一次爸找的都是24岁的女孩子。那位大师说了，你的命定之人今年才24岁的，跟你差了10岁，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嫌宠你老，就算人家嫌弃你老，爸也会帮你娶到她的。”苏少主一脸绿，说道：“要是我的命定之女，不用爸帮我，我自己会行动起来，会去追求她。她又不是无用之人，以前她是真的喜欢玩，不想太快结婚，被婚姻束缚，确定自己是有病后，苏少主则是想结婚都结不成，毕竟他无法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男人，就算他是苏家的少主，也不能让别人家的女儿守一辈子的活寡呀。那你赶紧看看呀，我和你妈忧的头发都白了，你个臭小子一点都不紧张，不在乎的样子，你想打一辈子的光棍吗？”苏家主见儿子还是不拿出那些相片来看呀，那个气啊，他为了这个儿子操碎了心呀，这个臭小子还不配合。苏少主装模作样，慢悠悠地拿出了那些相片，然后挨着父亲坐下，一张张地看着那些相片。苏家主为了儿子也是真够拼的了，这些相片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都是24岁的未婚女孩子，然后胖的有，瘦的有，漂亮的、丑的、普通的
也有。苏少主看完了所有相片后，将那些相片叠整齐，塞回了信封里。怎么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苏家主看着儿子那平静的样子，就知道又白费功夫了。他从儿子手里拿过信封，从里面取出所有相片，自己一张张的看，最后挑了10几张长相漂亮的，递给儿子，说道：“你再重新看一遍这10几张。爸觉得这10几张相片不错，爸看多少遍都是一样的，我对他们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爸，顺其自然吧。既然爸那么相信战奶奶介绍的那位大师，咱们等着就是。那位大师可是说了，我的命定之女已经在管城的了，就看我什么时候能遇到她而已。”苏家主瞪着他，骂道：“你天天往外跑，又不见女人啊，什么时候能遇到她？我不往外跑，才遇不到她呢。她不可能自己走进我们的家。”苏少主没有告诉父亲，就他已经锁定了他的命定之女。那在没有找到对方的情况下，他都不告诉父亲。等他找到了那个女孩子，确定人家是单身的，那人品又可以的话，他就不客气的行动了。苏少主虽说对着钥匙扣上的那个女孩子有心动的感觉，肯定对方就是能救自己的人，倒是没有失去理智，不着急的将对方据为己有。妻子是相伴一生的，陪伴他走过今后日子的人，总要考察考察人品的。就像战印当初闪婚海童一样，没有考察过海童的人品，战印也不会沦陷。婚姻呀，是人生大事，大意不得啊。苏家主语塞，见儿子实在是对他拿来的这些相片没反应，他失望地将相片塞回了信封里。失望的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女孩子。老太太回来了，我再去找找她，拜托他再请那位大师过来，帮咱们算算那个女孩子现在哪里。苏少主说道：“爸，那位大师说了，缘分已尽，不会再见我们的了。连战奶奶她都说不会再见。那些方外高人不同我们这种凡夫俗子，他说不见我们就不见，就算我们想去找，也找不到他的。那位大师呢，的确是那样说的。他说因为与他们有些尘缘啊，才会见他一面，就给他儿子算了一回，尘缘尽了就不会再见。还说他与他们的尘缘，亦是与战老太太的尘缘，见过他们后与老太太的尘缘亦尽，请老太太不要再打扰他了。老太太虽不舍，却也得尊重对方的决定。很多人没有见过的那位大师，就这样成为匆匆的过客，就只留下他的传说。苏家主带着失望走出了书房，苏少主还关心地道：“爸，你也别难过了，命里有时终须有。我既然命里有妻有子的，就肯定会有的，你老不用太担心的，咱们等着就是。”苏家主像是没听到儿子说的话似的，失望地下楼去。家主夫人刚从屋外进来，看到丈夫那副失望的样子，再看丈夫手里还拿着一只大信封，就知道丈夫做了什么事。她关心地问道：“怎么样，儿子有反应吗？多看2眼的，那都是不同的呀。”苏家主将那只大信封扔在了茶几上，人跟着在沙发上坐下来。没用，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连多看一眼都不愿意。家主夫人叹气，这都第几回了。她拿出那些相片看过后，说道：“会不会是这些女孩子长得不漂亮啊？漂亮的也有，她一样没反应，这可咋办呀？管成年轻的女孩子，几乎都让她看过了，还没有找到那个能让她有不同感觉的女孩子。都34岁的人，难道真的要孤独终老？想到培养出来的优秀儿子要打一辈子的光棍，还是披着男人皮的太监，那家主夫人就觉得心如刀绞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哎，还没得医呢。那医生呀，都是束手无策。大师既然说他命里有妻有子，就肯定会有的，我们也别太担心了。用那衰仔的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等着吧。苏家主叹口气，就他们人力干涉，
都没有结果。哎，能怎么办？就算他们往儿子的床上塞女人都没有用的，因为儿子面对着那些女人没有反应呀。他们也不能真那样做，那样太伤儿子的自尊心了。咱们可以请老太太帮忙，再让大师算一算吗？那个能救儿子的女孩子现在哪里啊？咱们问到了地方，直接去找她，也好过我们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呀。不能了，上次那位大师说语，我们还有老太太，他们已经尘缘尽了，以后不能再见。也请我们不必去找他，就算找到了，他也不会见我们的。那种世外高人，说了不见就是不见的，他们都讲究缘分。家主夫人就叹口气，那咱们就真的只能等着了，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到儿媳妇。那衰仔也不知道去找一找，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不管了，顺其自然吧，缘分来了，不用咱们去催，他自己就会结婚。家主夫人说道，咱们想管也管不了呀，儿子有那样的病，他们想管也管不来。还在书房里的苏少主已经拍下了钥匙扣上那个女孩子的样子，然后让自己的人去找她。他是在机场上捡到的钥匙扣，说明那个女孩子不是从外地过来的，就是从管城去外地。先在管城找一找吧，在管城找不到的话，再去外地找。有相片知道对方长什么样，找起来容易些的，不像他爸那样像个无头苍蝇，香的臭的都让他去看，当他这里是垃圾收购站呀。江城一下班走出办公大厦就能收到一大束鲜花，对于别人来说那是让人心花怒放的事儿，但对于乔涵来说那是烦心事啦。他看到战浩宇那张厚颜无耻的俊脸啊时就头痛。乔氏集团还成了战浩宇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就没有人敢拦着他，因为他爸呀，乔董事长很给战浩宇长脸呀，生怕女儿会将战浩宇挡在公司门口。上午的时候特意带着战浩宇走进公司，还对大家说道，只要战浩宇来了乔氏集团，都要当他当成贵宾对待，谁要是将战浩宇挡在公司门外，休怪他不客气了。有人问了乔董一句，如果是乔总吩咐的呢？乔董霸气地挺着未来的女婿，霸气的道，听我的。怪不得战三少爷有恃无恐啊。原来是有乔董撑腰的。可是呢，他们乔总是个男人呀，乔董怎么会帮战三少爷撑腰的呀？这也有人大胆地问乔董，乔董笑眯眯地答道，我很欣赏浩宇，将他当成我女婿看待的了。这众人又是集体无语。那战三少爷都不知道用了什么迷魂汤，不仅迷住了乔董，连乔太太也被迷得住，并没有指责战浩宇纠缠长子，好像只要战浩宇足够优秀，哪怕是同性恋他们也接受似的，还说将战三少爷当成女婿看待，这是将他们乔总当成女人了。以后乔总真被战三少攻陷，乔总就是瘦了的那个，大家无法想象高傲冷漠的乔总被嬉皮笑脸的战浩宇推倒时的画面有多让人悲愤。乔总的那些追求者联合起来又斗不过那战浩宇。现在大家看到战浩宇都是用着愤恨的眼神看他，可惜战浩宇脸皮厚，浑不在意。夕阳落在乔涵的脸上，他表情冷漠，夕阳都无法融化的他冷冰冰。别说夕阳了，连正午的太阳都没有这个本事。战浩宇，我说了我不喜欢花，请你不要再给我送花。乔涵说着推开递到他面前的那大束玫瑰花啊，就要走。战浩宇一把拉住他的手，乔涵狠狠地甩开了他的手。乔涵，我在追求你吗？那追妻的时候总要送送花的。战浩宇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乔涵走，乔涵的那些保镖一个个都恨不得一脚从背后踹过去，狠狠地踹在战浩宇的臀部上，但他们也只敢想一想，并不敢真的踹过去。别说乔董夫妻俩对战浩宇极好，
他们的大少爷对战浩宇也是诸多包容。每次战浩宇冒泡，大少爷看似很讨厌的样子，其实一直包容着战浩宇。不管战浩宇做什么，大少爷也只是瞪眼黑脸，顶多就是冷冷的骂几句。保镖们心惊的想着，他们的大少爷估计很快就会被战浩宇攻陷。哎，老天爷怎么不来一道响雷，劈死战浩宇个不要脸的！你要是不喜欢花，那你说你喜欢什么？战浩宇笑问着。漂亮的裙子买了给你，你又不肯收，更不肯穿。珠宝首饰你也不要，花也不喜欢。乔涵，你到底喜欢什么？那你不说的话，我就天天都给你送花，送珠宝，送漂亮的裙子，还有恨天高跟鞋。真看看你穿着裙子，再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样子，肯定是婀娜多姿的。乔涵一脸黑线，就她从来不穿裙子，就更不会穿高跟鞋。她习惯了穿着皮鞋，就大步流星的。真让她穿上高跟鞋走路，她怕是走不上2步，就会扭到脚或者摔伤。乔涵，我请你吃饭，你别走那么快嘛。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当叔叔了，我大嫂终于怀孕。呵呵，我要当叔叔了，你要当婶婶了，当你的大头鬼。乔涵忍无可忍，停下来骂了他一句，就他这是告诉大家她是个女人了。乔涵知道大家也不会相信她是个女人，只会认为战浩宇要那个功，让她当受，刻意将她当成女人看待。就从大家看她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就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呀。大头鬼不用你当，你的头也不算大。当不了大头鬼呢？你这么帅，这么好看，适合给我侄儿女当婶婶的。不知道是侄儿还是侄女呢。战浩宇被骂也不生气，还嘻嘻的笑。乔涵，我不会放弃你的，我一要娶到你，既然咱们以后早晚会结婚的。我大嫂怀孕，我就是当叔叔，你自然是婶婶了。过2天，我带你回管城一趟吧。战浩宇知道自己升级要当叔叔了，很开心啊，也想回去看看。还有二哥从 A 市请到了程医生，程医生马上就会和二哥一起飞回管城，帮他二嫂治眼睛。来江城也有一段时间了，战三少爷也有点想家，不过回管城之前，他要哄得未婚妻陪着他回管城啊。他觉得这是他们战家的喜事，乔涵是他的未婚妻，以后要一起生活的。李英与乔涵分享好消息，他扭身又走，不想和战浩宇说话。这家伙脸皮是真的厚。数分钟后，好不容易将战浩宇拒于车外，满以为就能这样离开公司的乔涵，又被他的追求者拦住了去路。是凤若。凤若见战浩宇那样厚颜无耻，纠缠着乔涵，让乔涵无可奈何的。悟出了一个真理，就是喜欢乔涵，就要大胆地表达出来，大胆地追求。不管乔涵是什么反应，接不接受，他都要努力，要拿出他的真心来。凤若还觉得自己是，就乔涵鱼水深火热之中啊。战浩宇是男人，乔涵也是男人，两个男人在一起，始终不被世俗接受吧。得不到多少祝福的。主要是乔涵并不是同性恋，他对战浩宇明显厌恶得很。凤若就想着走战浩宇的路，让战浩宇无路可走，他和乔涵不同性，乔涵说不定就和他在一起，借此让战浩宇死了那条心呢。乔涵看到挡住他去路的凤若，按下了一点车窗，示意保安进前。保安赶紧走过来，乔涵低冷地吩咐着，请凤儿小姐到一边去，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只要不伤及她便可。说完，他关上了车窗。保安得到了吩咐，当即叫来了同事，两个人走向凤若，不由分说架起凤若，像拖死狗似的，强势地拖着凤若走到了一边去。乔涵的专车得以开出了公司。
他约了客户在广元大酒店见面，边吃饭边谈生意的，不能迟到啊。凤若简直就是找死，以为他是战浩宇吗？乔涵震惊了一下，发现自己早就在不知不觉的给了战浩宇无数特例，也被战浩宇逼着破了无数次例。乔涵在心里叹口气，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面对那块牛皮膏药，他是真的又恨又无奈。有时候想起来却有别样的思绪。他呢，终究是受到了战浩宇的影响，未能成功爬上乔涵车子的。战浩宇也开着车出来了，看到被保安拖到一边去的凤若，战浩宇就缓缓地将车子靠边停下来，然后下车走向凤若的车子。凤若被2名保安像拖死狗的拖到一边去，气得他脸色铁青，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凤若的。哇，她是凤若，被凤家主当成接班人培养，在凤家当了20几年小姐的凤若，看门狗竟然敢这样对她，真以为她不是凤家真正的千金，就任由人欺负了吗？要知道，在凤家大宅里，是她欺负凤晴的。凤晴这个真正的凤家千金，就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养母最后让谁继承家主之位，那还是个未知数呢。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作践他了。他用力地挣脱了2名保安，回身就狠狠一巴掌抽在了1名保安的脸上，骂道：“狗东西，看门的狗，也敢碰本小姐！真以为我不是凤家真千金，就任由你们作践了呀？连凤晴那个真正的凤千金，在我面前都不敢粗喘几口气呢。”音落啪的一声响，不是凤若又一巴掌，而是被他打了1耳光的保安还手了。保安是男人，那一巴掌还得特别大力吧？重重的一巴掌落在凤若俏丽的脸上，凤若都被打懵了。她捂着被保安打的那边脸，不敢相信地瞪着保安，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感将凤若拉回了现实里，气得她又是一巴掌甩过去。不过这一次保安没有乖乖受着，他避开了凤若甩过来的巴掌，再反手一推凤若，凤若被他推得往后退了好几步才站稳。狗东西，你敢打我？敢推我，我跟你拼了！凤若站稳后立即抡起了自己的包，发疯地拍打着那名保安。明明是他先动手打人的。另一名保安赶紧上前帮忙，与同事一起合力制服了凤若。你们2个狗东西，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敢这样对我，我要回去告诉我妈，我妈一定会替我出气的。你们知道我妈是谁吗？放开我！做了点坏事的战浩宇目睹了凤若和保安们的矛盾，他走了过来，看到战浩宇，凤若就停止了挣扎，就他不想在情敌面前表现得那么狼狈。你们俩这样对凤小姐也是有点过分了，放了她吧，你们去做你们的事，不用管她了。战浩宇装模作样的说话时都带着笑意。2名保安放开了凤若，被凤若打的那名保安对战浩宇说道：“战总，这个女人太过分了，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看把我脸打的，我又不是他妈，可不宠着她，所以呢，她还手了。”就狠狠一巴掌教凤若做人，以为谁都要包容着她。她算老几？不过是凤家的管家之女而已。她亲爸犯了事，还在监狱里坐着呢。亲妈在乡下种着田，亲哥也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一大家子都欺负真正的凤小姐。这个冒牌货还好意思端着凤小姐的架子作威作福，都不知道凤家主是怎么想的。亲生女儿在管家的老家里过的是苦日子，他却将管家之女宠在心尖上。现在2者身份回归正轨，就凤家主都还是偏疼着冒牌货。谁叫你们碰我的？就你们2个狗东西也配碰我？我要告你们非礼我！啊呸，谁非礼你了？我们乔总都看不上你，你还往我们乔总面前凑，乔总让我们脱开你的。
谁叫你挡住我们乔总的去路？凤若，这个男人老是纠缠你们乔总，怎么不见你们将他赶走？凤若其实知道自己理亏，也知道是乔涵吩咐的，他不可能也不敢找乔涵算账，只能将满腔的怒火撒在了2名保安身上。战浩宇呵呵地笑，凤二小姐。哦，不，你不是凤小姐，你亲爸姓邓，应该称呼你邓小姐才对。我是乔总的座上宾，乔总就喜欢我，咋的？你有意见？有意见都得憋着，姓邓的。我警告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就凭你也配追求我家乔涵？若是凤晴小姐，她倒是有点资格的。我家乔涵对凤晴小姐也高看2眼，你个姓邓的有什么资格啊？你爸不过是个管家，还是犯了罪被法律惩罚的罪人。凤若气得脸色铁青，却无法反驳战浩宇。那他不愿意与之相认的生父的确姓邓，现在江城的人都知道，他凤若并不是凤家的孩子，她是凤家以前的管家之女，理应回到她真正的家。乔少不会喜欢你这个男人的呀。凤若气呼呼地说出一句话，然后气呼呼地扭身走人。他斗不过战浩宇，那母亲呢也经常提醒他不要和战浩宇斗，说战浩宇背后是战氏集团，连母亲看到战浩宇都需要礼让3分。战浩宇对2名保安说道：“你们回去上班，不用管那个疯子，天塌下来我帮你们撑着。他倒要看看凤家主会不会为了这个冒牌货找他算账。”从商太太带着海玲悄悄的来了一趟江城之后，战浩宇心里有数的了，凤家已经是站在他们战家的对象。凤家主害死的人是他大嫂的亲外婆。2名保安谢过战浩宇，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他们也不怕，他们不过是凤乔总的吩咐，才会将凤若拉开的。谁叫凤若不怕死地挡住乔总的去路？这乔总没有一狠心撞上去，是凤若命大。凤若回到自己的车上，想开车离开，忽然发现自己的车轮胎没有气了，4个车轮胎都没有气了。他马上跳下车查看车轮胎，看不到车轮胎上面有洞，也不知道是怎么漏的气。不过他可以肯定一点啊，这是人为的。他来的时候呢，他的车子就还好好的。再说了，就算坏也只会坏一个呀，怎么可能4个轮胎都坏？凤若气得破口大骂：“哪个给我的车胎放了气？车胎没有坏，但是没气了。”他怀疑是有人放了车胎的气。战浩宇瞟了他一眼，似笑非笑的，但不发一言，朝他的车辆走去。战浩宇，是你，肯定是你。保安没有机会动手，乔氏集团的人出出入入，也不会跑去放了他的车胎气，只有战浩宇会。他也有那个机会。对了，刚才他留意到战浩宇，是从他停车的方向走过去的，肯定是战浩宇。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吗？没有的话，可别乱嚷嚷，小心我告你诬陷、诽谤。战浩宇留下一句话，扬长而去。情敌嚣张，他更嚣张。对付敌人呀，他从来都不会手软。凤若气恨地看着战浩宇扬长而去，再看看自己扁了车胎的车子，气得直跺脚，随即赶紧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大哥。想了想，他又改变了主意，转而打给了凤晴。凤晴接听了他的电话：“凤晴，我的车子坏了，现在我人在乔氏集团，你来一趟接我回去。”凤若的话带着命令式，凤晴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挂断了电话。就他此刻呢，正陪着母亲一起见客，还是重要的客户，最先是由他去谈的。谈拢后，他母亲才和他一起前往酒店见客户，请客户吃饭。这单生意拿下来，能为凤氏集团带来巨大的利润，那母亲非常重视。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撇下重要的客户跑去接凤若？别说他要见客，就算不用，
他也不会去接凤若一个冒牌货，霸占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事情真相曝出来后，不曾向他道过歉，还老是想欺负他，那他为什么去接凤若？谁给你打的电话啊？凤家主留意到女儿接了电话后，一声不吭又挂电话，温和地问了句：“是凤若。”她又怎么了？打电话给你做什么？母女俩呢，已经走进了酒店。她说她的车坏了，命令我立即马上过去接她。凤晴回答得很平静：“妈，我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接她。”哎，她要向你告状，我也是有理有据的。凤家主脸色不好看，说道：“这件事妈知道了。凤若要是向妈告状，妈会批评她的。她现在整天无所事事，你可是要上班的。现在咱们见的是重要客户，还是你谈下来的客户，怎么能撇下客户去接她？家里有司机，他爸、他嫂子们都闲在家里，他随便找个人都能把他接回来。非要找你啊？”凤家主这话是对养女的不满，也明白养女故意找亲生女儿的麻烦。阿晴，你放心，这件事妈一定站在你这一边，你别被凤若影响了，带着情绪见客，那是生意大忌啊。凤晴嗯着：“妈，我知道的。”这凤家主深深地看了亲生女儿几眼，这孩子对他这个亲妈一直都是淡淡的，跟他并没有多少话题。好在女儿也能明白他平时冷待他的真正用意，他对亲生女儿的冷待，对养女的偏心，不就有一大堆人乐见其成，还挑唆着养女跟他的亲生女儿争，与他亲生女儿斗呢？那些人都是心怀野心的。凤家主年纪大了，处理事情已经有点力不从心，而且那些怀着野心的人，还是从他肚皮里爬出来的。年轻时的狠毒，在面对几个子时，多少都有点犹豫，所以他不动。那留着给亲生女儿练手。私底下呢，凤家主要求凤晴答应他，留他3个哥哥一条命。至于他婆家的那些人，随便凤晴怎么做。凤家主认为他若是死了，婆家人就会仗着长辈的身份拿捏凤晴，特别是他的枕边人，什么心思他一清二楚。凤晴虽说有能力，毕竟年轻，就他还是挺担心凤晴解决不了父系那边的人。被凤晴挂了电话的凤若气上加气啊，他再次打电话给凤晴。凤晴呢，依旧是接听电话但不说话。凤晴，你敢挂我电话啊？我命令你立即马上过来接我，热死人了！你想我被热死吗？你敢不过来，我就跟妈说，你是故意的啊，说是你请人破坏我的车子，故意让我热死。这种天气，哪怕是傍晚，夕阳挂在西边了，依旧觉得阳光有点刺眼，热浪逼人。凤若已经热得满头大汗，她刚才暴打了保安一巴掌，此刻也没有脸跑到保安室去吹风。哇，保安室里有空调，此刻热得要命的凤若羡慕死保安们能坐在空调房里上班。乔氏集团才大气粗，连保安室都装了空调。凤晴将手机递给了母亲，凤家主接过手机，刚将手机放到耳边，就听到养女在电话那边破口大骂，还对凤晴各种威胁。家里没有司机啊，那你给司机打个电话不行，非要阿晴去接你。凤家主在偏疼着养女，听到凤若对凤晴破口大骂，还带着各种威胁啊，也来了气。怎么说凤晴都是他亲生的，